1年之后，这个清神丸要占到清神醒脑类成药市场的30%份额。如果说做不到的话，这个清神丸的配方就要归我。这没法谈了吧？啊，这真不行啊！这哈哈哈哈没法聊了。这夏老板啊，好，不是市场的30%，那不要我跟对面他们那什么西洋补脑丸对着干嘛？对呀。你看我们文氏啊，我们就小虾米，田大少一口就把我们给吞了。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，啊，那是真的没法谈了。不是，车备好没有？哎，对，夏老板啊，走，要不这样，你听听啊，这原材料呢，不都从你们这儿进吗？你呢，按市场价降30%给我，那这样我就能降价，打不赢他，我也能让他难过。不是，夏老板，你这墙上挂的画啊，都几万大洋，在乎这一点点折扣吗？好，你再给我让一成，2成。行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夏老板，这样，你再给我10万大洋。我给你10万大洋，这10万大洋我不白收，我给你文氏大药房1成的股份。您那文氏药房值得了100万大洋？哎，我都占市场的30%了，不值吗？再说，有了这10万大洋，我不止让他难受，还让他痛苦。好，10万大洋，2成股份。好，那我跟你说啊，这清神丸得冠文氏的名。哎，你不是说让菊景堂冠名吗？刚刚夏老板还不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啊，现在夏老板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了，我不帮他把这牌给要回来，是吧？哎呀，文老板这么说，还真没什么错。是啊。好，那就继续管文氏的名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还有，如果1年之内达不到市场份额的3成，你要原价回购你这2成股份。真会算啊，你也真会借力啊，夏老板。文老板。谢谢。谢谢。今晚得庆祝一下，早间西餐厅吃顿贵的，开瓶酒。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可庆祝的地方。我们刚签了一单大单哎。你真的感觉不到自己亏了吗？夏老板是想利用我们去对打田大少，如果是赢了的话，那田大少就受重创，夏元可以趁势取而代之。但是如果输了，我们还得回个股份，他分文不亏，全身而退。此外，不管是输赢，我们都要从他那里买原材料，而且他要从我们的收益里面去分2成的利润，他简直是占尽了我们的便宜。哎，我说你这脑子就，哎，谈谈今天的感受吧。楚小姐的确很精明，可她那个老板太草包了吧？那最终的结果呢？我们拿到了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，最终回购股份又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。我问你啊，我要他们替我们卖药，增加收入，提升我们的名气，达到了吗？是达到了，但是还有一堆额外条件呀。再来，没有夏老板，我们也是要对付田大少，是吧？那倒是。我问你，清神丸的品牌最终归谁了？文氏，那是谁以8折从咱们首元药妆拿到了生药？还是文氏啊？再来，你需不需要从生药市场买我们的原材料？首元药妆的生药8折，想不想要？还有，我是不是说过3年赚够10万大洋开新店？10万大洋现在提早到手了，是吧？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必须拿到3成市场。哎，4成，1年啊！那又是谁用10万大洋把一个小药店的2成股份卖给了我夏元？这个文之秋啊，
打从踏进菊景堂的第一步起，就在演一个草包。所以你刚才是故意装的又怂又贱又没见过世面。佩服我吧？别说啊，我知道。所以你看喽，最终他还是拿到了他所有想要的东西。您是什么时候觉察的？我早就有感觉，直到他管我要那10万大洋，我就更加肯定了。三度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田大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规矩人，你太老实，太本分。他那个文之秋可不是。也正因为他不是你这样的人，所以咱们才可以通过他来对付田大少。而且我现在给他的越多，将来他还给我的会更多。考虑怎么样？文老板，其实你不必这样。还要拒绝我？不，我愿意。我今儿约你出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决定。薪水就按你们行规来给我就行。不过我有个要求，我要1成的身股。多少？你听清楚了。行，文氏大药房欢迎你，朱小姐。其实我叫楚韶华，那为什么要化名朱砂啊？因为朱砂有毒啊，凡是沾上它的妖啊怪啊的都会没命。是不是有点害怕？还有点后悔？晚了。这狡诈的女人。啊，你看上我的不就是我的狡诈吗？谢谢你的花。田老板，白冰心小姐和田东勋订婚的事您知道吗？是真的吗？这事您怎么看？您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？对啊，能不能给我讲几句？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让。讲几句吧。来，田先生，田先生，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？田先生，请问您婚礼是中式还是西式的？田先生，请问婚礼场地您选择哪里？韶华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！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，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，而且都有照片。你看，这，你看都有。哟，真是哎。哎，等等，你看到这儿了吗？田同心恋情大起底，历任女友名单曝光。哟，这有名有姓的就10几个呢。我看不见，我只能看见我自己的名字。你真的不在乎啊？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他们家有没有钱。哎，说到他们家啊，你和这个田二少订婚这事儿，怎么他们家和田二少好像都避而不谈呀？你仔细想想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们家人不认可这桩婚事。不认可这桩婚事，也在我的意料当中。二妞，这有些事儿是强求不来的。我们俩能有今天，不都是强求来的吗？好吧，既然你下定决心了，我也不说什么了。哎，你也决定去文之秋那儿了啊，我今天已经从永信百货辞职了，我也跟文之秋说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想颖出院了？他怎么样了？听说追求者还是不断，在医院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人给他送花、送礼品什么的。哎，不过他都没收。哦，对了，田二少给他的分手支票，他也给退回去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他全部都退回去了。哎，这一点倒是没看出来哈。他这人还挺硬气的，当初还是小瞧了他。我不这么觉得，他就是太年轻，脑子不够转。这要是我，不仅不能退回去，我还得要他一大笔。这是尊严。韶华，钱才是尊严。不，钱是钱，尊严是尊严。找工作，进来试试。哎，等等，吃个点心。还有，我们
进的这些药材啊，帮我确认一下它的那个我们进口的日期是什么时候。来了，欢迎光临文氏大药房。这就是你说的将来最赚钱的药房。参观一下。嗯，好。这是我们后院的作坊。来，走，带你看点新东西。昨天刚运到的，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。改造和提升？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，那肯定能让国药比以前更加发扬光大。但就凭你这些家世，把国药发扬光大，合抱之木，生于好土；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；千里之行。说的这么困难，你就不怕我掉头走啊？不怕，你刚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你脸上是一种兴奋，可是后来，你好像有点失望，但你没嫌弃。刚刚我们在作坊的时候，你虽然带着点挑剔，可我现在在你的心里看见了踌躇满志。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臆想。啊，是啊。沈部长还给我留着部长助理的位置，永兴百货跟这比，那可是上海排名第3的百货公司。这是未来上海第一。你不觉得你异想天开吗？异想天开吗？我看着你变成了永兴百货的店员，短短2个月，你就成了部长助理，这异想天开吗？我不觉得。你知道我生平最喜欢做2件事，一就是异想天开，2就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事实。你以为你很了解我？我不了解，连你的名字我也这2天才知道的。我也相信我们文氏大药房如果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店，那也满足不了你，就因为我们跟上海第一还有那小小的差距，才能够让你在这边施展拳脚。不，你想错了，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承认吧，你是个有野心的女人，挑战是野心最好的伴侣。哎，您好，想问一下，想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去，该怎么办？哦，您就需要把这个信封放到那个邮筒里面就可以了。邮筒？啊，对，就那边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？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？我，哎呀，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？田家，一定是田家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要不是那田大少授意，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？啊，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！他们把我搞下去了，让那位姨太太的表兄上位，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。行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。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。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，你等着吧，不出3天，某人就得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。那兰主任，咱们之间的合同签，立刻就签。那就谢谢兰主任了。哎呀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竟然想出这么一招。什么招？
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捅给记者的吗？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。不是你，怎么会是我呢？那会是谁呢？管他是谁呢，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说得对啊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夏元这王八蛋，哎，他给我来这招啊！这回可以试试。确实啊，挺滋润的，水灵灵的是吧？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？商副官，据说啊，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，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首源药庄，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。严督军知道之后大怒，下了命令，哪儿的药都行，就是不能用这个首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。这两家大药商啊，这次啊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对呀，这还不算完啊。严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蓝主任啊全部撤职召回。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副官负责，而这个商副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，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。那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啦？大帅，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？那都是韶华的功劳了。他还得店里头记记账、点点货，他能有什么功劳？要不你自己讲讲，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是那个商副官啊，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，而咱的药材呢又质优价实，这订单交给咱们，他放心而已。哎呦，周华，你这不声不响的，这立了大功了啊！来吧来吧，爹得敬一杯。哎呀，怎么能你敬他呢？这不反过来了吗？怎么叫反？周华给咱们这一下就挣了5000大洋，你说我该不该敬他？5000大洋！你看看你这样子，天哪，那能买多少肉啊？来，谢谢爹。哎呀，太好了。那爹，那公账上的200大洋，我算是还上了吧？还上了，都还上了啊！爹就是想和这200大洋计较，真聪明。老大家的，哎，你瘦了，你舍不得吃哪个？你吃。对啊，嫂子你吃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次玉龙粉这合股的事情没有谈好，要不然，今天这不又可以多一桩大喜事了，是不是？爹，做生意嘛，那有得就有失。对。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首源药庄这个事，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。现在看来呀，也不管什么事儿，还得靠自己慢慢来。没事的，爹，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，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。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，您别看它首源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，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，成为这北京城里数1数2的大药号。哎呀，周华，你这话说得好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来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哎呀，先生，老板，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，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。小村先生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都非常愉快。放心，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，而且价格是最优的。那真是非常感谢先生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，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？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只卖药，不卖方。这些药方我愿意出高价。我跟你一样，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，但是倒是有个法子。
亲家，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，我就给你我的方子。哎呀，夏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所以说嘛，既然这样，那夏子，我先告辞。合作愉快，送小村先生回客栈。爹啊，咱们开个分店吧。嗯，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，最远不出5里地。你不仅1家2家，你最好就是10家100家。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，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！大顺呐，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？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这个挣的钱合适吗？刚刚有点盈余啊，这又开分店，这未免太急了吗？爹，我倒是觉得，的确是得趁热打铁，趁咱这玉龙粉正在势头上，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。就算将来玉龙粉卖不动了，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。哼哼，昭华，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再开个分店，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？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2处的生意，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，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一处去卖，等于办一件事儿，赚2份钱。啊，爹，我算过了，刨去这军需订单呀，咱陈记药铺1年的收益，也不过是3000大洋。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，2家店1年总收益加起来，那能达到8000大洋。那么多钱，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。反正我听说呢，夏元当年，就算是借钱，也要在各个繁华药地开设分号，待分号连成一气，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，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。就这么着，才有了守元药妆的今天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，有了名字，那客源就多了呀。你客源多，那货源就好谈了，那这个成本那就可以降下来。你成本降下来了，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，我才罚。罚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，自己心里有数了吗？清楚，轻敌了。只顾应酬徐特使，却没料到，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。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呐。是啊，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。小药铺？多小？陈记药铺。正是那家陈记药铺。这陈记药铺也是运气好。生意场上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是。这些都是你指使人干的。是。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，我是被迫反击的。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？田大少跟他们说的。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？这不太清楚了。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，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？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。八大胡同，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。正是。老板，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记药铺干的？不值得怀疑吗？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。既然你们都看好，那就开吧，啊！但是啊，咱们说好啊，这老店我来坐镇，分店嘛，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2个来打理。谢谢爹。爹，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。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和大顺
要分店的50%股份。什么？我跟你爹还没死呢，你这要分家吗？娘，不是分家，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。你算清楚吗？你凭什么要股份呢？这些年来，别的不说，光玉龙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部的1半收入，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，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。所以，我和大顺要50%的股份，并不过分。什么是股份？你爹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啊？大顺二顺都没有，你要什么股份呢？娘，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，每个月还有薪水，年底还有分红，这1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？听见了吧？那嫌你给他给少了。爹，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，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。我愿意付出，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，但这一切都得有个名目。你是陈家的媳妇儿，你要什么名目呢？老板，我倒想起件事。大掌柜和徐特使第一次见面那天，陈记药部的人也在六国饭店。另外，他们那位大少奶奶对咱们拿军需订单的事，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呀。说说羽绒粉吧，跟陈记药部谈的如何呀？没谈成。没谈成？是这样，他们不愿意共享秘方，也不接受46分成。后来我让到了无误，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，但突然又坚持只做陈记这块牌子。那既然如此，便无法再谈了。厉害呀！看来之前我是小看陈家老爷子了。这陈家老爷子老练持重，但我觉得这陈家最厉害的倒是他们家那位大少奶奶玉龙粉，就是他的主意。大少奶奶，爹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股份就先别分了。韶华呢就在家里先待着吧。那个分店就交给我一个人来打理吧。你一个人行吗？弄个这个玉龙粉，搞一个军需订单呢，我肯定没有招，但是一个药铺，我还是守得住的。仅仅是守得住吗？守得住吧。但是另外啊，这个分店我专门去管理这个分店，那总店我肯定就顾不过来了，你可能还得去请一个人。但这个人，你请这个人，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能耐，还得放心吧。但我说句实话啊，这个人肯定不好找。你要把人家留下来，你怎么着，哎，也得给人家点股份吧。这找个人有什么不好找的？娘，你听我说，肯定不好找。为什么呢？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分店就算你们50%的股份啊。谢谢爹。谢谢爹。别谢，我也有个条件，这分店的利润每年不得少于4000大洋。没问题，这些都可以写到章程里去。少华，咱们这都是一家人，写什么章程呢？难不成我这个当爹的还能言而无信了？幼爹，我可不是那意思啊，我就是怕万一这将来我要是没挣到这些钱，你要是想罚我的话，也有规可循，不是？孩子，哎呀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！谢谢爹。行了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快睡吧。谢谢爹娘，那我们就先回去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嗨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？睡觉吧。开心不？啊？咋的？怕啥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退为进了？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学得不错。做完了？小声点啊！别吵醒。这就算完了？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
给你累的，来。再来一碗。房子已经看好了，明天就能签。木匠、石匠、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，家具呢，明天就能定。牙行那边，后天去。别太累了。我不累，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。快了。对了，你的信。我的信。对，上海来的。啊，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。这信是代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？字儿不错。韶华无子，见字如面，无异于沙场宫，稍作安顿。余未知上海之实，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。此行亲见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唯期盼如意能早赴上海，大展宏图。二妞说啥了呀？大顺儿，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。好啊。然后，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。行。再下一家开到汉口，汉口怎么样？可以，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。下家分店就开到成都。好啊，成都好。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。一个一个来。对，一步一步来。先去上海。得努力啊。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？舍不得爹走呗。旭儿，好了，爹很快就回来了啊。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，乖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，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联络，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。行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。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为分店揭牌。大顺儿，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。双华，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啊，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想有自己的生意做，可是直到现在，直到今天，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只要咱们肯努力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有的都会有。路上可要当心，老爷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不大顺跟我在一起吗？再说卫东来家的伙计也都去，山西办事的一路上4、5个人呢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。行了，好好在家吧。知道的啊。路上吃的东西在哪儿呢？哦，嘿，走吧。大顺儿，我等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啊！走走走。今天都初10了，你说你爹连大顺儿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娘，你也别着急了，这出门在外的，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，耽搁2天，那也是常有的。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就跳得厉害。哎，我这要不这样，你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。不哭，萱萱不哭，奶奶在这儿呢，不哭。没事的啊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给萱萱带好吃的啊。没事，抱抱啊，抱抱，不哭，不哭，不哭。哎呀，不哭，好孩子，不哭。哎呀。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山西闹了鼠疫，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，你爹大顺，还有我们家的2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。
那这是要困多久？这就不知道了。乳液，老爷跟大顺儿，娘，爹和大顺儿只是暂时被困着，等鼠疫散去了，封锁令解除了，他们就能回来了。鼠疫可是要死人的。娘，您放心，爹和大顺儿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，他们肯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！大壮，哎，大少奶奶，先送太太回去吧。好，我不怕。夫人，走吧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不怕。慢点，我不怕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小石头，哎，你去给我雇辆马车，我想去山西。啊？你要亲自去啊？对，我放心不下。不，千万使不得呀！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，您根本进不去啊！就算您进去了，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？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。去吧。大少奶奶，您去了也什么都做不了，还不如先在这儿把太太稳住，把药铺照应着。再说了，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。就现在这样，分店还能开业吗？细水游鱼往荆起，越过龙门龙飞升。杨柳3尺金线垂，桃花万朵方显能。啊，这个坤为地，为顺；兑为泽，为水。水泽变也，意味着家业顺遂，财运亨通啊！施主家人必定丰凶化吉啊！你可看看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开业大喜，进鸟复归。放心吧，新店开业那一天人就回来了。哦，开业那天啊，对，开业那天。哎，慢走啊！真的，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。哎呦，那就还选在15分店开业。左老板，王老板，恭喜啊！您里边请啊！哎，里边请，请。祝贺楚老板。周老板，里边请。哎，来，里边请。大少奶奶，哎，什么时候接盘啊？再等等。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魏老板来了。路封了之后，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。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，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，无药可救，只有等死。大顺哥说，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挺身而出，到处救人，前前后后大概救了10来个人。可他却……老爷呢？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，也感染了瘟疫。没几天，2人就都没了。没了，我的大顺儿，我的大顺儿，我老爷。老爷，大顺儿，娘，太太，太太，
哪儿呢？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包庇的，按照当地的规矩，统一就地深埋。我怎么活？大顺，大少奶奶，前来吊唁的宾客，您看怎么安顿？新店和老店都通知了，但是有批货这2天要送，您看派谁去啊？嫂子，喝点粥吧。你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爹，大哥，爹啊，孩儿不孝啊！大哥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！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，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。我错了。二顺回来了，娘想你啊！娘，娘想二顺啊！娘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娘，你别害怕啊，老二在这儿呢啊，别怕。娘，大姐，二顺懂事了。大嫂，是从今往后，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，我会好好的疼她。我的顺懂事了。娘，我再也没有爹了。大哥。前2天我看你老是想吐，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我就托人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，用最好的白术、干姜、半夏、橘红还有厚朴，给你做了一个经方之有的香囊。大少奶奶，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。想知道什么事儿？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。他去药铺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打听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现银，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收好这个，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别人谁要都别给。好，快走。好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哎，你帮我
照看一下轩轩。我出去一趟啊。你去哪儿？我去药铺，处理点事情。哦，大少奶奶。哎，二顺有事找您。哦，我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就去找他。他让您现在就过去。二少奶奶，您也一块过去。我？对。娘。三爷。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？给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二顺以后就当家。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。三爷我在这儿。仙魁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，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，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二顺当家也行，但是爹在的时候，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。现在大顺人不在了，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。所以分店打理，我觉得应该交给我。还有这事儿？你们吵吵啥呢？娘，爹定这事儿的时候，您也是在场的，您说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您不知道？我是个妇道人家，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懂。我不记得他们。娘，爹和大顺的头期可都还没过呢，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怎么跟娘说话呢？娘，这药铺生意上的事儿，它可不是小事儿。二顺什么品性，您是最清楚的。你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。我什么品性啊，楚韶华！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，你仗着大哥宠你，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。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，她忍你让你。当然，我以前的确实也不懂事儿，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呀，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。娘，你说句公道话，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有50%的股份？没有的事儿。总平，你当时也在，你告诉大家爹怎么说的。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。那天，爹确实什么？你敢？总平，你说。我忘了。总平，总平，嫂子，你别逼我。你说。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